地震已经过去，警报也解除了，所有人都已经走出商场，站在停车场看着建筑物，松一口气。但下一秒，一声巨响，商场2楼外墙整片崩塌，碎片飞溅到旁边的马路，一辆货车当场被炸毁。这不是地震本身造成的，这是地震结束之后将近1个半小时才发生的第2次灾难。7个人死了，全部都是店员，而他们死的原因不是逃得不够快，是已经逃出去了，但又回去了。为什么会回去？谁叫他们回去的？这场悲剧牵出来的不只是一场意外，而是一整套企业危机处理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好，欢迎回到和田先生的频道。今天这部影片带大家把整件事的时间线、责任归属讲清楚。正式开始前，请先大家按赞以及订阅，再一次感谢大家。2026年7月28号下午4点27分，熊本发生强烈地震，最大震度7。永旺梦洛城熊本店当时大约有3000名顾客，1300到1500名员工在场。地震发生后，商场广播，员工引导，动作算快。下午5点，顾客全数撤离到室外停车场，租户和集团员工也确认撤离，商场宣布停止营业。地震后大约1小时20分钟，也就是下午5点50分左右，商场南侧中央位置发生大规模爆炸，2楼楼板和外墙整片崩落。事后查出，爆炸原因很可能与 LP 气体，也就是液化石油气外泄有关。供气公司在事故后的报告指出，管线可能因地震受损，气体外泄后遇到火源引爆，爆炸造成7人死亡，26人受伤。而这7名死者全部都是商场内专门店的员工。先看服饰品牌方面， Onward 集团旗下的 Anisis、Vigo 2间店位于商场2楼，共有7名员工在场，其中3人罹难。地震发生后，这3人一度已经全部撤离到户外。公司的业务窗口也在下午4点33分电话确认过3人平安。但下午5点19分，员工主动联络窗口，说可以回到店里拿贵重物品，需要做什么吗？窗口没有下达回电指示，听到之后反而提醒员工尽速离开建筑物。下午5点36分，再次确认，员工回复正要离开店里。爆炸在5点50分发生，之后窗口多次拨打电话，始终无法接通。直到7月30号晚间，才在商场1楼南侧出入口附近找到3人的遗体。再看生活杂货店 Habita， 店内共有2名员工在事故中罹难，其中1人地震后曾一度撤离到室外，刚好遇到来探望的亲属，跟对方说，公司说要把钱放进保险箱，我要回去。随后和同事2人一起返回店内，5分钟后爆炸发生。根据哈比塔董事事后受访说明，公司主管在电话中确实指示店长，如果能回去，希望能把营业额放进保险箱，如果不行，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并补充要在永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去。2名员工返回商场时，也确实与现场工作人员有过对话，才从1楼中央北侧的一般出入口进入。8月2号，哈比塔董事公开受访，承认确实下达过把营业额放进保险箱的指示，向2个家庭道歉，形容自己痛悔至极。除了 Onward 和 Habita 这5人，其余2名罹难者同样是商场专门店员工。永旺基于保护遗族隐私的考量，并未对外公布所有品牌名称和个人身份，这一点目前仍未完全公开。事故发生后，永旺社长吉田昭夫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并宣布成立由律师、防灾、燃气设备、建筑耐震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
Onwood 集团则宣布，往后将要求员工紧急状况下随身携带手机、钥匙等最低限度贵重物品，并加强员工与业务窗口之间的确认机制。但一个关键问题始终没有解答。永旺的手册明确写着，撤离后不得再进入馆内。那2名哈比塔员工究竟有没有真的获得永旺现场人员的许可呢？永旺方面没有正面证实，部分媒体采访也指出，有证词显示地震后确实有员工向永旺相关人员取得同意才重新入馆。如果属实，等于永旺自己的规定被自己人开了口子。目前罹难者家属正在考虑追究相关企业的刑事责任。单看这件事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规则其实是存在的，永旺的手册白纸黑字写着撤离之后不能再进去，企业也不是完全没有应变机制。地震发生后13分钟就成立了对策本部，但悲剧还是发生了。问题出在哪儿？第一，规则没有真正落地，手册上写的东西跟现场实际发生的事是两回事。员工被允许重新进入，究竟是谁点的头，有没有人把关，到现在都说不清楚。一条规定，如果现场没有人有权利，也没有人有意愿去坚决执行，它就只是一张纸。第二，责任是分层分散的，永旺是场地，Habita Onwood 是租户，租户员工听谁的指挥？地震发生时是听商场广播，还是听自己公司主管的电话指示？这次事故里，正是租户主管透过电话传达了把营业额收进保险箱这种带有职务压力的讯息。而这通电话，商场管理方完全不知情，也管不到，多方各自为政。遇到紧急状况，就没有人能一声令下，全面喊停。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金钱和责任感在关键时刻压过了生命安全。没有人明确下令一定要回去拿钱，但一句希望能做到就做到，对现场员工来说就已经是压力。日本职场文化里，对公司负责，不要造成别人麻烦，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种文化在平常是敬业，但放到生死关头，就可能变成员工不敢也不愿意把我不回去了这句话说出口。这并不是说哪一个人存心草菅人命，更像是整个系统里每一个环节都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却没有人把地震后不准再进入建筑物这条线真正画死。人为疏忽加上系统漏洞，两者叠加，才让一场地震引发的第二次灾害夺走了本来已经逃出升天的7条人命。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正是2016年熊本地震重创过的同一座商场。10年前受过伤，10年后翻新重开，却在同一个地方再度发生大规模伤亡。这说明防灾能力再强，如果应变流程里还留有人情和模糊地带，风险就永远存在。日本社会一直以敬业守规矩闻名，但这次事故也提醒大众重新思考规则跟执行之间的落差。制度写得再完整，如果现场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没有人敢在关键时刻坚定说不行，悲剧就有可能重演。另外，事故发生后，网络上出现大量不实传言，从阴谋论到虚假募款，都有人跟风散播。这次再次提醒，重大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查证消息来源比转发更重要。整起事故目前仍在调查阶段，永旺、经济产业省、燃气公司都还在理清爆炸真正的技术成因，但已经公开的时间线告诉我们，这场悲剧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天灾之后人为判断所留下的空隙。7个人已经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却在一去回去看看之后再也没有走出来。
这件事值得每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好好想一想。当公司的期待和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天平两端，我们有没有勇气选择自己？这件事件的后续发展，包括事故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家属求偿的进度，我们会持续追踪。如果你看到这里，记得按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